Hello，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感谢您收看06为您带来的刀塔第一视角。看一下我们这边的几个人，光棍找女牵着哥的兜，碧阳4条8，然后对面有猥琐哥，我还是这个输了怪我这个 ID。我这边呢是随到了一个沉默，沉默这个英雄他对线是非常强的一个英雄，也是之前给大家介绍过他的加点出装包括他的一些英雄特点，他是属于一个前期对线有压人能力，然后打架的时候呢有一个后排的输出。我们这边有人已经在设想着 Coco 和猛犸的2连了。但是我们这个阵容 Coco 和猛犸一个都没随机到，然后我跟他说可以选择让这个2楼去选一个猛犸，然后1楼有一个双头龙，这样猛犸跟双头龙有一个2连的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我们看对面是repeat 了一个黑弓，这样的话黑弓龙鹰先知女王利齿这个阵容是属于一个高爆发转后期先知带线黑弓的后期能力是非常强的。黑弓这个英雄我也玩的非常多了，黑弓这个英雄确实是这个版本成长性非常好，并且爆发力非常强的一个很强势的 carry。我们的2楼还没有想出来自己选什么。我呢，因为前面看到对方有一个就是经常放技能的英雄，所以买了一个魔棒出门。对方后来还蕊了一个流浪。我们是双头龙保钢背下路应该能打出优势，我中路的话应该也没问题。不过对方有个先知，要注意一下他的游走。好，这边兵线卡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像痛苦女王是一个853买机是一个挂件一个无用挂件2个树枝，这样对点的话我智力没他高但是没关系。对方补到了一个正补，我们这边是一个212的分路。这个女王补刀还是不错的啊。这女王只有一个吃术，我找机会磨一下她的血。你看，像这种兵的话，她要补就要被我打得很惨。等到3级的时候，我会对她开始使用这个 T 这个技能这款耗血是非常不错的，给她一个 T， 继续毒镖不是毒镖，这个智慧刃。没平衡，看错了。这样的话，女王就已经被我消耗得非常惨了，就是因为她身上是没有带大红的。那么经过刚才这一波消耗，1分50秒7个正补2个反补，然后又把她血耗残了，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是这波的话，兵线对我来说不是特别理想，因为这个角度我看不到她。因为是一个跟女王拼补刀的阶段，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买出的装备，我是买了一个挂件和一个大魔棒。这个好处呢，就是在于我补刀可以碾压这个女王。这边是一个隐身的流浪，之前有一个人只 pick 流浪，这边还有个先知，这样的话我一血交了。挂件先知，隐身流浪，这波比较亏。然后我刚刚也购物了，所以没有钱买 TP， 这波比较亏。我刚刚还看到上路是2个人，也没想到路人局还有这么积极的游走。而且我刚那个位置不能算是很靠前吧，主要是流浪拿隐身。流浪这个英雄他1级晕是2秒的。我跟队友说一下，这个我在中路受到了不平等的待遇，有没有队友来支援我一下？因为我前期打女王能压住的，如果没有这次击杀的话，这个女王应该是已经被我碾压了。
等到我拿到这2样装备，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的攻击力会再上一个台阶，然后我的魔法基本上是属于一个无限 T， 就是 CD 一好就 T， 这样他就算很猥琐打出一个瓶子，也会被我把血量消耗得非常惨。那这波游走之后，我觉得他应该没这么好运再拿到一个隐身了。就算有先知飞啊，我觉得应该问题也不大。看，这个对方游走还是非常不错的，是支援到了下路，支援到下路之后。杀了我们一个队友，好像是刚被兽，又杀了一个，下路也被杀穿了。等于说这个挂件先知和流浪前期的游走是非常不错的。我们看一下这边女王想吃符，我要把她杀了，然后她不敢去了。流浪先撤，女王给了我毒，我的技能都还在 CD， 看一下流浪魔应该是不够的。我先吃个树，我有9个魔棒，应该死不了。女王要敢跳过来的话，我就敢反杀，动作慢了一点，但是她应该死了。这就是前期出魔棒的一个好处，有一点反杀能力。这样的话，我4分钟有这个买张 TP 吧，中路经验还是比较多的。如果中路的兵线没有到塔下的话，这波我会选择买一个鞋子走出去。比较遗憾的就是刚刚这次击杀女王没有吸到她的智力。来了个赏金。我这里买了一个鞋子和一个 TP。这样如果没有流浪的游走的话，这个就有一点凶了。我继续对这个女王使用3级的最后遗言吧，然后来耗一下她的血量，这样使她不能够上来跟我正面硬拼。消耗了一波。我有大血，他有瓶子。总的来说，他跟我消耗应该是耗不过我的。学习了大招，但是这波没来得及，也没看清楚局势。我先过来一下，估计女王也会过来。这个流浪的蓝量不是很多，99点蓝。我打自照这个。我开了大招，但是他还是死了。我打字已经叫他走了，给一个 C。这边龙吟丢了大招，但是应该问题不大。我身上9个魔棒，这个应该杀不掉我。10个魔棒了，还有一个人，刚被兽也来了。哇！先知一个大招，差点把我杀掉了。我赶紧回头丢了个 T。我们这边又死了一个。没注意到是谁，可能是双头龙吧。这样我们这一局的话，前期有点劣势。对面已经3个6级，一个7级，等级比较的高。我这边过来，刚才大招已经用掉了，没有蓝。这波双头龙的输出还是非常不错的，配合赏金反打了一波。刚被兽也是吸收了比较多的伤害。又加了一个标记，我过来还是有点晚。我这个 T 应该给到这个流浪，不错，流浪也是杀掉了。这样的话，我们这波能打赢。漂亮，终于是收到了人生的第1桶智力。这样我也升到7级，比较关键的一个等级。到了7级以后，最后遗言这个技能的 CD 将会减少到最短。那么 PK 的时候，我的这个远距离输出就比较可观了。这波我们终于是打回来了，我们阵容也可以。刚刚大家看到了，前期虽然对线有比较大的劣势，但是打 PK 的话还是不错的。是一个我和风行、双头龙、赏金，好，这几个英雄的输出都还是不错。虽然有点脆皮，但是有赏金的标记，跑得比较快。啊，这边女王
这里我没想到对方当着我队友的面把我杀了。队友也没能救我。刚才是龙鹰的大招，爆发力还是比较强的。哦，对面这个小黑这一段时间都没有操心过了。风行跟小黑对点，小黑非常凶残。哦，被风行强杀掉，黑火上身。这局的话，我们风行是不错的。下路的赏金和钢贝再次被带走。我感觉这一局的女王，大家可以看到我是打的比较针对这个女王，有技能都往这个女王身上丢啊，因为我打的非常的不舒服。这个女王本来是打不过我的，在中路，但是通过队友的一个游走，她把我压制住了。虽然说我也有一些装备，有一些基本装，但是也有一些等级，但是这个女王自己的节奏非常好。刚才杀了我一次之后，她应该是吃了下符，然后又把我下路的队友杀了。这就是我在中路，没有来得及有经济优势，也没有能够支援到两个边路，就是没有打出我想要的这种路人局的局势。我又非常的想出一些装备，所以让这个双头龙补一组眼。双头龙还是比较顺的，出了一个加速手套。好，双头龙补了一组眼，这组眼是非常重要的，在第一个夜晚，它可以看清楚两个河道的神符，有效的抑制女王的游走。所以风行，好漂亮，反杀掉了对方的先知。前期风行的节奏是我们这边最好的。我给他贴一个大红吗？看一下，已经打起来了。我这边给了大招，但是还是直接死掉了。我回身来杀这个流浪的等级有一点高，8级，有点上不去。哎，怎么能看见我？他可能有个塔前眼，不然黑弓的视野可能晚上比较大。给了一个 T， 双头龙过来支援了这一波，没有支援到，看一下黑弓能不能带走，有点难。对方打得太凶了，我的沉默有点跟不上节奏了，自己的装备非常的差，只有一个大魔棒和一个挂件。然后每次 PK 的时候呢，对方也是冲得非常的自信，导致我没有任何的回旋的余地。队友的技能只有双头龙有一手控制啊，风行的控制不是很稳定。钢背兽和赏金都没有控制技，所以这局我前期应该说是非常惨了，已经死了4次了。然后在对方的一个装备的情况下，我这一手沉默感觉打不出应有的一个效果。这个也是路人局经常会碰到的一种情况。先知没有走点金，直接大根的路线。当然这个魔力法杖他如果不出大根的话，也有可能会出这个死灵书和推推棒。我觉得大根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我必须要把自己的一些基本装拿出来。钢背兽阵亡，小黑女王前期2个 PK 的尾合成长起来，包括先知也算是一个 PK 的尾合，流浪也算吧，就是都有一定的后期能力。他们这样子压着打，对我来说非常的不利。我先要把自己的一些装备慢慢的打出来，不然的话 PK 是完全没有作为。中路队友还是把塔守住了，不管怎么样，人虽然死了一些，但是对方没有威胁到我们的中塔，中路1塔。黑弓看起来还是蛮会玩的，刚刚看到除了女王打得非常强势之外，他们的黑弓打得也非常强势。流浪的话等级也非常高，黑弓已经10级了。这边中路有一波，我这边打字叫他们别，因为我们的人不齐，这个流浪如果锤到的话，就是一场惨剧了。已经锤到了。还好队友已经撤得比较远了，这波可能技能跟不上。看一下我过来之后看能不能打。我们4个没有风行，只有双头龙一个晕，
先给黑弓一个 T， 这样的话他放不出沉默就是6秒的缴械。我这边给了大招之后，看到对方的一个情况，是一波非常好的反打机会，这就是沉默大招的一个妙用。这边杀掉了对方的一个流浪，再给 T， 还是打这个黑弓，这黑弓非常肉，但是这波我们应该能打赢。好，收掉了比较多的智力，这一波终于是打赚了一波，但是女王要收割，我磕大红边上走，这边有小鸡，女王是在比较安全的位置收掉了钢背兽。这波终于是把节奏打回来了，我是下路刷了一下，然后来中路利用大招成功的打赢了一波。看一下这边有一个状态不是很好的先知，我不知道他能不能死，我吃了一棵树，我现在打得非常要，我觉得是有机会的。我这个沉默的等级就是1级的这个诅咒的等级还是比较高的。好，这波要赚。风行也是上路的节奏非常好，这边风行不管我，赶紧买装备。追的有点深了，风行过去射了一箭没射到，然后他把人头 A 掉了，然后就 TP 掉了。对方的攻势还是非常的猛，因为这一波刚才那一波打赢的一个小优势，好像瞬间被，他们好像没睁眼，这赏金没，风行。我感觉我们这局的风行是拿了非常多的人头。我来中路，捆住了，漂亮，但是不太敢上。这边还有个龙鹰，好，风行比较强势，杀掉了。我帮他做一些掩护工作。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假腿沉默的输出非常高的，风行又拿到2个人头。我刚才没舍得按大沉默，好像是 CD 刚刚好，CD 没有舍得丢这个大沉默，实际上应该用一下，因为这个女王等级非常高。我这边开大沉默反杀这个龙鹰，沉默的非常变态之处就在这里，这个沉默的大沉默这个大招。他用的好的话，是因为沉默本身是一个爆发力很强的英雄，这样你配合一个时机很好的大，是很有机会在对方想要杀你的时候进行一波反杀，这个带来的收益是非常大的。好，节奏回来了，我们看到双头龙也是跟上路的赏金一次成功的配合。风行第一个装备是推假腿推，这个风行的路线是可以走 DPS 的。这吃树卖了，其实我是可以买出这个玄冥盾牌。风行被女王终结掉了，还是女王的节奏是全场最好的，刚被射的情况非常不好。这波没有我的一个输出，现在我感觉我输出是我们这边所有人里面最高的，就是所有队友里面应该是最高的。我的智慧刃的伤害已经有了加26点的神圣伤害，然后 T 的伤害也是非常可观。跟一下，有标记，不好杀，对方又来了。龙鹰，女王的节奏太好，有点没办法，有点拿女王没办法，因为对方不光是女王一个点，她的小黑和先知，又是隐身女王。这局打的节奏已经比较的乱了，各种的打架，小黑加109的攻击力，想要跟赏金配合一波，这波他们不好杀。跟队友说一下，我现在比较着急，局势，小黑一个是沉默，先知过来一个大根，直接杀掉赏金，小黑站得很稳。刚才跟他们说，就是有人 TP 过来，他们2个会反杀，因为他们2个没什么爆发力。我们这边的爆发力，我是比较高，风行和双头龙也还可以啊，风行也还可以。我们的这位刚被说支援太快打毛线，
确实是这个局势被对面是压着打的，流浪也瞬间带掉了我们的中塔。这个局势感觉队友已经觉得有点没有信心了。我得跟他们说一下，这个局势其实拖下去是有的打的。现在我的话是12级，因为我有一个4秒的，2级沉默好像是5秒吧。不，现在这个沉默确实是很厉害，这个大招好像是加了1秒。现在沉默2级沉默好像是5秒，没记错的话应该是5秒。5秒的沉默时间，队友只要能控制住一个，虽然说我们控制比较有限，风行的束缚技不是很稳定，双头龙的 T 也不是很稳定，所以只要我们能控制住一个，我的爆发力还是不错的。然后配合上风行双头龙的一个爆发，只要能秒掉一个，那这段时间里面对方又是被沉默的，没办法打我们反手。我觉得是打团是可以打的。我这边打得非常强势，是求战的一个意思，因为他们的人刚刚打完，我刚把吃数卖掉，我这边开了大沉默之后，看一下正面，对方的女王大招和先知的一个大根是强行把我秒掉了，这波没有打转。这个队友没有跟过来，实际上打团现在确实是可以打，刚才也比较可惜。把吃数刚刚好卖掉的时候被这个先知捆了，这波还是亏了。女王已经无人能挡了，看他在 A 仗了，已经 A 仗了。风行有推，风行没死。我们现在是要抱团拿塔，我的本来的意思是抱团拿塔，但是因为跟队友沟通也是不到位。我们现在没有拿到他们一个外塔，所以经济总的来说不是太好。如果随便拿一个塔我没啃，那么接下去 PK 就会好打一些。我刚刚这波对方秒的也比较坚决吧，也是跟队友说一下我的思路。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是一个抱团打的思路，不然的话先知有先知现在有飞女王有跳，如果我们战线打前的话比较容易被对方抓。风行说我存在感太强，可能确实是，我也在反省。这局打的前期打的压女王压得太狠，而且又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压制，也是在耗血。这种情况是比较害怕油的，因为你要耗血的话，你又杀不掉他，你只能打他非常难受。但是打他非常难受的话，他队友就会过来，而且你经常把他打难受，他就会走位比较靠后你一上高地就比较容易被对方干。这也没办法，沉默前期的爆发力不够强，没控制，只能压人，杀人还是有难度。我下路想出个梅肯，跟队友说一下，别打起来，算了。看样子他们应该还是比较稳，我大招已经 CD 了，万一打起来的话。我也是为了打字损失了很多补刀。看一下中路已经打起来了，我这边直接 TP 过来，这个位置我觉得还是可以，因为对方的技能没有打掉我们的什么血。我这边直接开了大沉默，但是没有控制，大家可以看到。好，这边龙一没有杀掉，也可惜。刚没说就进去了，加一个玄冥盾牌只能给女王一个 T， 看女王敢不敢跳过来。女王直接把他点死了。如果女王跳过来的话，他就直接沉默了。被沉默了之后，他肯定就会被秒掉。给了我一锤锤到双头龙。这个我要回头反打了。女王状态已经不好了。女王以妖怪般的杀戮，看能不能死。这女王完了。好，把女王杀掉了。这波我们风行还是没有来。刚被兽表示，敌方死了4个人，这波还是打转了。现在的话，我们还是总体的思路还是通过我一个大招先秒掉一个。我们的阵容呢，除了刚被兽以外，其他的4个人都是有输出的，输出都是有，就是控制不是很强。
只要我们不是被对方抓了一个又抓一个的话，我们是不虚的。这边我梅肯已经好了，看看人头就清楚，我们这边人头落后的非常多。现在呢，比较担心对方的一个黑弓女王这两个英雄的抓人能力，所以我一直在叫队友抱团。你看这个，它是一个推推的风行。其实有 A 这样的16级，不止16级，已经18级、19级了吧？这个女王17级，17级的女王要抓她其实是非常容易的，随便配合一个人就可以抓她。但我们风行每次都没有来团战，我是，刚贝又死了，刚贝刚在上路被抓掉了。刚才我们的赏金是回家补了，然后风行的话是想要带下，我跟他说了一下这个情况。如果他带下被女王一个大招一个尖叫再加一个毒镖，然后跟着跳过去，我觉得不用先知，就女王就把他单杀了。所以我的意思是，现在我们是没办法带线的，这个线可以不用管，但是我们团战一定要赢团战就算不赢也要推掉对方的塔，这是我们唯一的打法。对方也打得比较聪明，他不跟我们打正面团战，直接去带线。女王的话，下一个装备是 BKB， 这样的话，她黑皇杖出来之后，就不是特别怕我的大沉默，也有点怕，因为她开了 BKB， 我再丢大还是能沉默到。这波能控制住人能秒，我先给一个梅肯救一下赏金，开了大沉默，可以看一下这波对面全傻。我们这边是一个反打，赏金打得也比较聪明，直接反打，这边捆住2个，然后龙鹰应该也是死。女王这个大招角度选得不错，龙鹰我没有管他，也是被秒掉了。这波我们谁死了？大招女王的一个远距离大招收掉了赏金，赏金直接买活。黑弓用这波还是没打转，因为我们上路虽然是一个2换1，但是赏金买活，再加上黑弓带掉了我们的中路的1塔和2塔。总的来说，局势还是没有赚。跟队友说一下，现在可以散了。哇，单杀女王，这不是找残废吗？大根，打字叫他们散了。路人打起来就是有的时候不冷静，打DOTA一定要冷静，你要有激情没有错，但是一定要冷静。你杀一个人的时候得判断这个人能不能杀。确实有一些路人局里面。对方会犯傻你去杀他的话，他有时候会犯傻，但是你可以把这个也判断进去，你判断一下这个人，通过你玩了30分钟，你看一下这个人会不会犯傻。像女王明显很精，这局女王打得非常好。像刚才他们去杀这个女王，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没什么控制。但这波我绕起来之后，发现下路是有一个节奏，赶紧标记小黑是有引刀的。这边这个，哎呀，有小兵。我想先等小兵过去，赏金，小黑打得太强势了，还好吧？这波小黑换赏金，刚才有一个人马在边上，我第一下没有点到他，然后小黑的话，他有冰剑有吸血，我不敢顶着冰，两个人去跟赏金去拼这个小黑。这局势已经非常的不乐观了，因为黑弓的装备和女王的装备都非常的好。我们的高倍兽也是在家里面挂机了，11级。近身他输出就不高了。刚才的话，我跟赏金主要思路不统一，也算是我也有问题吧。我的一个想法是，等我的 T 的这个技能的伤害出来和这个沉默，就是我的诅咒的这个伤害出来，
然后再上去跟他拼。因为赏金是有隐身的，我的距离比较远，可以放这个黑弓风筝的，而且是在我们的地盘啊。放风筝的话，我觉得问题不大，因为下路离我们的地方比较近嘛，我感觉我们的人支援可能会比较快，所以我的第一反应是放风筝。赏金的话，他可能是想的，他切近身，这样黑弓的大招就没有效果，要减半。我这里看到对方下路的一个抱团情况，啊，跟队友说来下集合。现在的话，对方只有下路还有一个一塔，我们把上路和中路的线都稍微带了一带，然后抱团看能不能打。哎，赏金。赏金和谁？和钢背兽配合杀小黑，就是，哎，队友也不是很听我的。看一下这个先知什么时候飞吧，基本上先知飞过去的话，这个钢背兽就死了。可以看到他们两个人打，就是赏金和一个钢背兽想要干克一个小黑是不切实际的。对方先知飞过去有大根。这样的话，先知加小黑两个人的爆发比他们要强很多。这边我们看到已经来搞我了，我没来得及给大，我先出了，哎，直接被秒掉了。龙吟和女王的爆发太强，龙吟是吹风。我看到只有2个人，其实下路是一个非常好的反干和机会。我刚才只要开了大，这个女王是可以杀的。风行也说我要猥琐一点。风行是假腿推大电锤啊，输出还是不错，他这套装备的输出还是不错的，打后期确实可以走这个装备。哎，队友不听我的也比较无奈，其实我还是我之前的一个思路，我们现在只能抱团打，不抱团的话，单人带线肯定被抓。然后刷的也没有对面快，对面小黑先知刷的肯定比我们快，所以我们一定要通过抱团去给予对方一些压力，也算是通过抱团来打钱吧。就依然是跟队友说下集合。刚才没舍得丢大，哎，完了，这边这钢背要被单杀了。不能这样打钱，打钱的话只能被抓。我们的双头龙已经说算了，输了。这个局势呢，确实是装备已经被碾压的比较厉害了。我们这边的装备比较惨。其实我们抱团打钱，一个是能推塔，一个是避免被抓啊，还有一个就是赏金。赏金的标记和我的大沉默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抱团神技。赏金的这个标记一旦杀了人，可以给队友加很多钱。风行还是太低估沉默这个英雄了，他觉得团战是打不过的，实际上团战是可以打的。团战我们真的不虚团战只要双头龙或者风行能够捆住一个，或者是踢住一个，那么我这个大沉默一定是白秒一个，就是白秒杀掉一个。6秒的沉默时间里面，对方能够做的事情几乎是零，几乎是零。先知和流浪的输出现在还并不足以杀掉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我这边看风行太喜欢打钱了，所以觉得还是蹲他啊！我先不着急打钱，我这装备其实已经是非常慢了，32分钟一个假腿，一个极限球，一个梅肯，非常惨的一个装备。但是现在可以围绕风行来打，风行的话他的装备也有输出。好，我们看到了一个人，看到这边有一个龙鹰，这个龙鹰是可以直接秒掉的，没有问题。龙鹰有吹风，看一下对方的人位置。我开一下梅肯，补一下大家状态。你看抱团的话是可以打赢的，像刚才我是直接丢了大，哎，这边特别漂亮的一个束缚技捆住了女王，这样女王交盾。现在的话可以走了，看一下这个上路的线是在被推，女王是有 BKB 的，我没有大沉默，没法杀。女王回头丢了个大，把我们都打残了。这波可以见好就收了。哇，上路的带狼的黑弓的输出好高。
给一个诅咒，黑弓开 BKB， 风行捆住了狼，这边缴械的效果没有用，我这边先躲一下。黑弓浪费了比较多的时间在打我们上，然后先知还是在拆塔。这波黑弓打太强势了，可能要死。收2点之力，但是这一路是被破了，对方这样打也没什么问题吧。On with it. Our allies town needs help. The Blood Elves await. Watch and learn. Get on with it. 居然没想到的是，对方的女王帮我说话了。他说：“这个局势是不是我的问题？是这个风行太喜欢单击。风行的思路呢是。”风行他思路我也是可以理解的，他的思路是，自己要出出来装备，因为队友不可靠啊，这种情况下自己出来装备。而我的话，我想的更加先知的装备也有点好了，先知引刀、电锤、大根啊，然后，风行的话，他想的是可能要自己打出一点输出装，啊，我要赏金直接 R， 这个风行是可以杀，这个先知是可以杀，非常好的一个机会，比较可惜。还在，用大根抢掉了这个人头。这边看一下女王这个是有机会的。女王顶着我们的输出要杀人，这边女王被我 A 死了，因为我刚才开了个大沉默，她是跳不出去了。她虽然有 BKB， 但是沉默是无视魔免的。这波我的状态不是很好，先耗一下，比较害怕对方的引导小黑和先知的切入。这波风行也来了，感觉对方女王浪了这一波。这个流浪也有 BKB。其实打团我们真的是可以打的，打团有这个大沉默先秒掉一个，而且团战我们的收益会比抓人的收益来的要好很多。我是从团队的角度来考虑，觉得我们应该抱团推。团队角度为什么呢？因为第一，赏金的这个 R 是加钱的，我的杀一个人是加智力的。我们这边连续杀了对方3个人，小黑引刀 BKB 夜叉支配，先把这个狼点死。看一下小黑的输出非常高，点残了我们的钢贝和赏金。这波小黑是被打怂了，这样的话我们有机会反破一路。开了塔防，我给小黑一个缴械。这个是赏金说要散，现在明显是破一路的节奏。看一下这一路应该呢可以拿掉，我们的小兵非常多，赏金是有祭品的。小黑有机会杀，给1标、2标、3标，这个输出应该能杀掉。好，杀掉小黑，我的输出还是比较高的。又是给了3标，把先知打残了。看一下女王这个地方切入，选择先杀赏金，回头给 T 加 C 流浪的正面我有点挡不住，我先保持一下自己的位置。流浪还是被我们点的比较残了。好的，又收掉2点智力。这波只能打成这样了，我终于是打成正的了。大家可以看到，这波打完团之后，我们的收益是非常大的，尤其是我这个点的节奏起来了。我跟队友说了一下，我现在是已经扬刀了，小鸟已经飞出去了。这样的话，我拿到扬刀打下一波，我将会比较有自信。虽然我们被破了一路，而且对方是神装小黑不算神装吧，装备比较好。小黑和女王的装备都比较好，女王是A 杖 BKB 应该还有一些别的，没注意他下一个装备是什么。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出这个强袭或者希瓦。女王是 A 杖 BKB， 然后小黑是小黑好像是引刀加支配加这个夜叉加 BKB， 然后流浪 BKB， 先知引刀电锤红杖看起来是非常豪华的一套装备。但是我跟队友说了，我们下一波抱团，我先守沉默，先守羊，然后再跟一个沉默控场，这样的话秒掉对方一个人没脾气。之前的话我们控制不是很稳定。风行还在带，
双头龙也发现了，这风行还在打。On with it. Very. 我跟风行说，只有说到风行你会被抓的，风行才会回来跟我们抱团。这一波团战是确实是可以打的，我看到他们集合在推下了。啊，我开了一波雾。这波我们的思路非常简单，开雾强行求团。最不好的情况就是我们直接开一波5v5，但是我们的这个机警性肯定要比对方高，因为我们是5人开雾，对方而且不一定人齐。我们看这边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先手羊，然后给大沉默，直接要秒，不能让对方反手控我们。这边女王直接被秒掉，秒掉一个女王的话，这个局势就非常简单了。队友推了一下我，开了个梅肯，小黑也残了。好，龙鹰也被杀掉了。这波是奠定胜局的一波，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出来？虽然对方的装备还是比我们好，但我觉得这波打完之后，他们就不太好打了。啊，非常抱歉啊，我这个嗓子不是很好。然后这个这天天气转凉，大家也要注意一下自己，保护一下自己的身体。我的话呢，做完这个视频就要去当伴郎了。最近也是结婚的人非常多啊。我再买了一个振奋，大家可以看到我刚才这个输出是比较安全的，我的输出环境是比较安全的。刚被看出来有赢的机会了，问了一句：“笛子有必要吗？”我觉得是有的，因为我现在打的就是个团队嘛，他早就可以出团队装了。我们其实思路特别的简单，大家看的时候可以看一下阵容。像这个阵容的话，我们是没办法带线的，因为对方一个 A 杖痛苦女王，这个爆发力起码是1200以上的，再加上一个先知，先知的话大招加大根，这个爆发力肯定是700-800有的，就瞬间爆发，我们2000血的人是可以被直接秒掉的。叫队友赶紧走，不要救他。哎，这赏金装备还是不错的，板甲 BKB 加加这个祭品，他的这个装备打正面还可以的。这个时候千万不敢抱怨，只能说一些积极的话。这就是我跟大家说的，确实是抱怨会缓解你的一些压力，但是抱怨只会给你的翻盘增加你翻盘的难度。这双头龙，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双头龙是非常肥的。我一直觉得我们装备是劣势，但是看到这双头龙的装备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装备好像没什么劣势。这双头龙快扬刀了，居然，我有点不敢相信。其实就是早点抱团打就可以了。这个阵容，我们这阵容可以忽略掉钢背兽我稍微慢一下就可以了。感觉到对方已经在打入山了，然后我的思路是开雾叫队友一起去，特别着急啊！我一直在就是团结队友，但是比较难，感觉他们第一反应不是在想我的思路，而是第一反应是按照自己的思路来。这样的话有好也有不好吧。这波肉山我没有能够拿掉啊，给风行加一个梅肯。钢背兽先锋笛子绿鞋也算可以了，他的肉盾其实钢背兽有这个装备就够了。我们这阵容打团真的不虚了，现在别看对方的装备都蛮好，但是我们阵容优势，我们阵容团战优势。像我一个大沉默过去，像龙鹰啊、流浪啊这种英雄，流浪还好吧，龙鹰女王这种英雄它发挥不出自己的作用的。而且我先手扬刀跟之前的风行的捆和双头龙的 T 是完全不同的，然后队友显然也不会给我让钱的。哎，这个赏金还是不错啊。因为我现在这个强袭我觉得蛮重要的。我现在是最缺装备的一个点，因为我是伤害成长，我们所有的这5个人里面，我这个英雄是最缺装备的，但是这局也是最缺乏保护的。我们看一下先手，我这边是直接被龙鹰沉默掉了，我开一个梅肯先撤一波，我现在技能都还在，直接给大沉默。大沉默之后看一下整个一个反打的一个趋势，先把沉默秒掉，先把流浪秒掉，看一下先知一镖带走，刚才是扬了女王。小黑还想上，小黑也被点死。队友好像推了一下我。我们这边赏金，
在放对方风筝，但是被带走了。看还有没有后续的一些支援了。风行还在赶，算了，这波我们的中路的线不是很好，而且这个局势，没想到对方还反打了一波。诶，这看你就有点想多了吧？我还有羊刀呢。这个他们两个就全要死了，不冷静，路人就是各种不冷静。这波不管怎么样，我的节奏是好，我已经超神了，没想到这个局势打着，慢慢的我就超神了。风行说了句后驱给力，其实我们的这5个人里面，我只能这么打了，就是队友没有给我到足够的保护，但是实际上我是最需要装备的那个人。沉默在录视频被他们发现了。我也觉得挺奇怪的，我是一个完完全全的路人，他们就会想到我是谁。我们这个阵容里面，我是装备就是 DPS 成长性最好的。像我的话，有一点稍微出一点肉装，比如说梅肯啦、绿鞋啦，稍微出一点回血的装备，导致我一波 PK 之后能够稍微回点血，然后就马上走一个羊刀加强袭，这个我的输出成长是非常可怕的。我以为那个鸟上虚无宝石是双头龙的，我还给他拉过去了，没想到是风行的。这个局势打到这样，只要我不死，我不被对方的秒掉啊，对方是有可能秒我的。比如说女王，她现在还没复活啊，等她复活了以后，她开 BKB 过来打一套技能，我2000血加强袭，然后她一套 BKB 跟着点，这个时候先是一个大招，然后飞过来捆住我一个大根，是有机会把我秒掉的。但是比较难，因为我2000血有梅肯，相当于2200、2200、2300的血，然后再加上我有一个羊刀，有一个反控制，还有一个大沉默啊，这样的话，其实我现在也比较能够带线了。先知的话，引刀、大根、大电锤，他们的这个阵容打正面没有我们厉害。钢背兽也再添一个板甲，这个局势已经非常好赢了。给羊直接秒女王，3标女王直接死了。我的神圣伤害已经到达了153点，偷了非常多的智力。钢背兽已经嗨起来了。大家可以看到 BKB 的流浪被我点的也非常惨，继续再投智力，156了。156的神圣伤害配合我这个强袭的减甲、高攻速、羊刀的先手控，还有沉默的一个团控，这是确实是一个翻盘非常强力的英雄。那么对方连死3个，这个局势也失去悬念。最主要还是对方对局势没有一个明显的认识，他们是可以赢，这局打稳一点是可以赢的。不要跟我们打团打带线啊，这个就是高端局比较无聊的一些原因，因为大家都会扬长避短。像这局的话，我想要给大家看的一个是沉默的这个英雄翻盘能力确实是非常的强，还有就是大家打的时候可以花一点点心思来思考一下，阵容的优点和对方的阵容的缺点。你像我们这阵容跟对方打带线，那其实是找死啊！打带球的话是完全带不过的，本身带的也没对方快，然后抓人的话能力也没对方强。我没有羊刀的情况下是抓不了人的，但是对方的话，你可以想一下引刀小黑的抓人能力啊，之前也给大家演示过，会引一击再加上沉默。这边我给大家看能不能杀掉这女王，女王开了 BKB 逃啊，包括这个 A 杖女王啊跳过来的一套技能，包括这个先知啊无所不在的这个大招和大根。还是强行杀掉女王啊！这局终于是把我的这个怨念发泄出来了。但是这一局的话，我们最大的优势就是打团，也跟大家介绍沉默这个英雄，一旦羊刀出出来，它是一个很可怕的团战先手秒人的机器，输出也很可观，成长性还很好。好，这边是一个高分段的匹配，我和小乖，然后匹配到了对方的有几个人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个是之前同服的1212啊121职业选手，然后 Morphy， 还有这个真理也是玩的不错的，这个2楼的 ID 也有印象。之前的一局的话，我是
好，我这边看到他们随机到的英雄，我让小乖去玩 SF， 小乖的 SF 玩得非常好，非常霸气的 SF。然后我的话，我是继续首选沉默，因为上一局打沉默跟他们打，掉了，好像天梯分掉了8、9分吧。上一盘的沉默我自己也觉得没玩得太好，所以这盘继续首选沉默。不过上一盘的话，他们好像没有这个5楼，他们有一个 JKK 啊 ，JKK 上一盘玩得非常好，玩了一个萨尔。小怪这边，因为对方的实力也比较强，所以没有选择幽灵系带出门，而选择护腕出门，这种是比较稳。幽灵系带出门的话，就是补刀更加好补一些，就是进攻性更强一些。但是幽灵系带是比较容易被卖掉的，战鼓的话，你可以合成一个护腕的话，可以合成一个战鼓。像这局的话，前面的这一段大概几分钟的时间没有录到第一视角，所以给大家先看的是一个 replay。我们这边的话，大家注意，我也跟他们说了，之前这个阵容他们不应该 repick， 我们不 repick 的话是一个非常完美的阵容，是一个仙女龙加 NA 加 TS 这3个人，这样的话配合我跟沉默，我跟影魔这2个核心非常好。我跟他们说我上单就可以了，他们可以去下路钢3，小说他们可以下路钢3，但是我觉得小钢3是打不赢的。本来的话他们钢3可以打赢，因为是一个小强加 TS， 这样的话可以双游，然后仙女龙下路可以占线，这样的话双游还可以帮中路的 SF。这里我是优势路打 Morphe 的蚂蚁，他还比较聪明，用缩地在收兵这个版本的话77有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叫做让你戴帽子。这是77这个版本，我觉得 S-Frog 非常天才的一个设计，他连续击杀3个人之后，他会有一个圣诞帽在头上，但是你连续被击杀了3次，就有一个黑色的帽子。好，小怪的游走，第一波游走失败了。小怪中路打蝙蝠应该不会太好打。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个时候蚂蚁它这个位置是是被看到的一个位置。这边的话蚂蚁已经过来了小怪还是性子比较刚，应该是蚂蚁在这个地方，大家要注意，这里又是可以学到东西的一个地方，就是白天的时候，如果对方的高坡上有人，那么整个这一片的区域都可以看到的。同理，你白天站在这里的话，你整个这一片区域是可以看到，所以大家要游走的时候，千万不要上这个坡。你要游走的话，只能站在这里，不能站上去。站上去的话，对方如果高手一点的话，就被看到了。这样小怪前期的护腕 SF 被拿了1血，但是也杀掉对方的蝙蝠。这个1血的话是蚂蚁拿的，蚂蚁拿的话，他更新一下装备，可能要回来跟我对线，还有可能继续去中路游这个 SF， 也算是流浪的走位不是太好吧。他们2个的双游因为没有开语音，所以配合的不是很好。那个小乖也是算是被这个暗影萨满卖了。因为这个暗影3版他一级学的是这个闪电我们可以看到对方的3级斧王已经来了，影魔压了2炮之后想压第3炮，这小歪是肯定死掉了。影魔选择自保，这个时候我来到线上我是看到这个他们要杀这个小乖的 SF， 我有点不能忍，所以我选择直接来帮他一下，看蚂蚁敢不敢点我。哇，CK 都来了，我们中路非常热闹，还是要杀 SF， 流浪有锤，我可能要死，先收2点智力。中路打得非常火爆，好的，这个引压调整一下角度，还是拿到这个人头，这波漂亮。这波应该说小歪的这波 TP 支援和我的 TP 支援还是帮助局势挽回了，我们现在是5比4人头领先。关键是影魔这个点站住了，影魔这个点一旦站不住的话，它会成为一个越打越差的一个点，而且我对小乖的 SF 是非常有信心的。
所以我是选择 TP 过来帮他一下。由于对方有蝙蝠，我这次出门也直接带了一个魔棒卷轴，准备直接过去买这个大魔棒。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身上有250块，所以不知道是当时的一个犯傻还是突然多了点钱。我觉得犯傻的可能性大一点，我可以直接在家里买大魔棒。蚂蚁在中路打了一波，回来之后他是大魔棒加瓶子加 TP 加5个吃树加1组大红。我身上的话是只有绿鞋加1个大魔棒，这样的话我打架是对线战线是战不过他的。本来呢我这个英雄5级打蚂蚁应该是可以打的，但是现在装备不好，要被他压。他的装备回复能力太强了，吃树又多，血瓶子都是回复装，我不能跟他打消耗，打不过他。看一下下路的情况，下路的情况是这局下路我们是本来说要打3晕啊，就是小小加 Tiny 加流浪，但是这个3晕非常弱啊，可以看到3个人连2个人都打不过。对方的话人马节奏非常好，看一下人马应该绿鞋了，人马5级。CK 的话中路支援了一波，把自己节奏给打进去了，但是还是很肥。5分钟的话鞋子瓶子大魔棒比较肥，这边要杀人马CK 给一个 C，Tiny 直接提前被秒掉了，人马直接学大了，下路崩了。这个时候下路已经崩盘了。中路的话影魔情况还好啊，这边小歪蹲了一波。我觉得这局这个小歪打得非常聪明，刚才也是看下路没有能够来得及看到上路的情况。这个山岭是买活的吗？好像是复活了以后 TP 过来，想要有所作为，但是好像又是一个被人追着干的节奏。影魔压了 C 炮，给的是斧王 X 炮，但是山岭没魔，所以我们这个山岭的节奏是比较差的。我个人觉得他如果那个英雄不蕊的话是非常好的一个英雄，他是一个小强这个英雄比山岭对线能力要强很多。这边小怪一个走位失误，好像直接被秒。我之前开了大沉默，这样的话蝙蝠拉不到他。小怪也是回头压了一个 Z 炮，好像没有压到。压2炮好像压到了，没注意到这边 CK 也来了，一时间场面非常的混乱。我开了大沉默之后人也过来了，我人过来之后呢打出了一点输出，还好把这个局势是扳回来了。但是还是一个2换2，因为对方的这2个优势路的这2个人火力太强了。小小也是再一次阵亡，小小这局前期的节奏非常差。我这个大沉默应该说是让这一波打成了一个不是太亏，但是我觉得我不应该过来我没想到对方来了5个人，对方中路有5个人，这波我们死了4个，比分被反超11比8。我的话大魔棒绿鞋身上400多块，我这波放了大沉默就可以了，不应该过来。我应该在上路再打钱，因为我沉默前期要对基本装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小怪这局Z 炮没有压到，这局我估计他打的比较上头，因为虽然我一直在帮他，但是对方的人感觉帮的比我们更凶。而且这局的话后面说了，就是这个暗影萨满前期没有学1级，他的游走没有学这个缠绕，导致影魔相当于是有点被卖的节奏。你看影魔说还不如让他单他单的话他可以分析的清楚对方和自己的技能，但是有队友来帮的话，他有的时候以为队友有这个技能，但是队友发现没有这个技能，就会把自己的这个打得很郁闷。我也比较能理解他，所以我一直在支援他。但是我自己的话节奏不好的，我这局的自己的开局的节奏是非常差的。我其实优势路单蚂蚁，我如果要是想打出无解肥的话，现在估计已经点金了。但是我比较多的来了中路，算是有效果吧，我觉得还是算是比较有效果的。这边锤到了蝙蝠，但是位置不好，我们这边利用小歪的大招强势推进。我们回头来看我那个第一视角，刚才前面不小心按错键了，把那个录视频关了。这边大家从半截开始看吧，就是前面的讲解我已经给大家放过了。就是这样的，就是我刚才中路支援了一波影魔节奏非常好，是一个211的一个开局，2杀1死1助攻。这样的话我回到上路来对这个蚂蚁是对，我本来是这个打不过这个蚂蚁，但是小歪可以看到地上已经有一个针眼，我这边开大沉默，等会儿再跟大家说。
这边开了大沉默之后，影魔回头的引压是稍微耗了一下蝙蝠的血量，但是这边是一个3人由他，优势路的 CK 也来了，劣势路的蚂蚁也来了，配合这样一个蝙蝠打影魔，包括斧王也缺，斧王也来了，但是这波我想到了斧王，想到了 CK， 但是没有想到居然还有一个非常肥的戴帽子的人马，这个可以说山岭这个英雄打劣势路是非常弱的一个英雄，这个山岭这局前期打的作用基本上是零，基本上是零作用的一个山岭。而且他死了很多次，所以山岭这个英雄他不适合打劣势路，他技能不是很好跟队友配合，他比较需要等级。这波我们打亏了。好，蚂蚁本来就已经是出了很多补给装啊，这样的话他又打了一波。我直接往中路赶，上路也没线，买了个 TP 直接往中路赶，看一下能不能够再赶到对方的几个不想走的、想 PK 的。一魔回来之后。Z 炮可能是想压蚂蚁，山岭再一次的 TP 过来，但是他前期的技能不是太好跟队友配合，他比较适合有了等级以后去打一个高爆发。我来中路没有能够打到人头，我也是需要上路。我回头跟大家说一下，刚才这一局的话，这个小歪他是提前插了一个针眼，他先躲到树林里面，他知道跟我配合能杀掉这个蚂蚁，然后躲到树林里面以后，他知道这个蚂蚁要骚，他提前插了一个针眼躲到树林里面，这意识非常的好。这里小乖说不如让他单我这里还是不想放弃中路，因为我觉得这个局势中路不能放着不管他们一定会对影魔有想法。853影魔，小歪这边插了蛇棒，想强势拿中塔。小歪的话，不管怎么样，他前期的一个作用还是发挥到了。小乖可能会觉得这个小歪，小乖觉得小歪还挺绕口。小歪可能觉得这个小歪放了一下他鸽子，但是我觉得这个小歪前期打还是非常不错的。我的大招还差一点 CD， 我给蝙蝠上了一个4级的最后一烟，他直接被打残了。那么这波破塔看样子是势在必得了。这个他们没人敢上，我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我有大沉默的好，这个山岭还是有作用。他用一个，我这边放了大沉默，时机也非常的好，这样的话人马应该是可以秒掉。蚂蚁也是一个残机这样大沉默先秒掉一个之后，看到混沌这个时候切入，选择的时机还是比较好的。这边蚂蚁想切我先逃。我应该是交代了。这一波对方的一个包夹5人的包夹打得非常的好，影魔也交代了，我没有亏了。流浪也交代了，团灭应该是5人团灭，影魔买活的5人团灭，这个肯定必死的。崩盘局势，中路为了一个塔5个人买活，然后这个5个人阵亡，然后影魔买活。I smell magic in the air. I thirst for magic. 我责怪了一下这个流量，因为前面是确实他不应该锤这一下，因为他锤了意思就是要大家上，但是刚才的情况是我们已经被对方包围了。虽然我一个大沉默杀了一个人，但是小歪跟山岭在争执到底应不应该锤的问题。影魔买活之后再一次阵亡。死之前没猜错的话，小怪应该是切回去买了个轨迹珠。这具影魔装备不差，它是9分钟假腿护腕大魔棒，还有瓶子，算是不错的一个装备了。但是对方节奏太好了，然后他这个不错都是我们帮出来的。硬帮出来的，但是我们把自己的节奏都给帮崩了。这时候我发现局势已经不能再这样子搞下去了。看山岭再上路又阵亡一次，已经是一个完全的崩盘节奏。对面这个阵容起来以后，他打架是比较凶的。他是一个 CK 然后蚂蚁2个双尾盒，然后蝙蝠跳刀先手带节奏，非常凶残的一个阵容，打架非常凶残。我们的话2个大盒打到后期厉害。好，这边小歪的蛇棒插起来，我们打阵地战。我这边是收掉真理的人头，继续围绕这个蛇棒来打。1换1，流浪换了 CK 还是可以接受。这边蝙蝠还是对我有想法，看一下这边拉了我，小歪拉了他，这样的话我开大沉默，先把人马的这个技能让他用不出来这个蝙蝠是必死的。好，又收2点智力，非常开心。然后小歪又是一个1换1。
又是一个一换一啊！这波我自己的节奏我稍微注意了一点自己了。我感觉我是出了2个拳头，想出什么大家应该比较清楚，是准备出这个骨灰的，因为对方有人出骨灰，我们这边的话，我刚刚全部看了一眼，没有人再出骨灰，人头落后9个，20比11，局势上也是属于一个落后。我们打架没他们厉害，他们这个阵容打架只能说太厉害。斧王、人马、蚂蚁、CK、蝙蝠，他们这个阵容就是一旦干起架来就是挡不住的一个阵容。我们的话，我们要等到沉默、影魔这2个英雄发育才好打。Hello. 我非常怂的出了一个灵龛和一个护腕，这样的话我血量有1043，而且还有大魔棒和绿鞋这样的前期神器，所以我觉得我是比较肉了。现在都是出的前期性价比很高的，因为他们这种冲连很猛的阵容，你看又来冲连了。这一魔目测已经残了啊，不用想了，这已经必死。我跟小乖说了一下，救不了。小乖这局打的也比较上头，打的有点不理智了。确实对面这个阵容太生猛，打架太生猛，干不过他们。这个时候呢，要冷静一下啊，我们打不过对吧？没关系，等到影魔沉默发育了，这个阵容是可以打的。为什么我敢选沉默之后让小乖继续玩影魔啊？原因就是因为沉默这个英雄他也可以打2号位啊，他是有一定的这个保人能力的，因为他有一个大沉默可以给这个影魔创造一个输出空间啊。这边小乖还是在觉得小乖觉得小歪把他的节奏影响了，我还是一直在帮这个小歪说话啊，我说都有失误。我沉默大招马上 CD 了啊，影魔又在带上路，我感觉对方打的特别针对这个小乖，因为知道小乖被干了容易上头可能。好，这波小歪蹲人非常成功啊，暗影3板蹲人非常成功。这边是直接秒阳了 CK， 让 CK 没有放出任何技能，但是他自己是牺牲了。我这边 TP 下来之后，我是有双倍，然后我开一个大招，然后看一下能不能够帮影魔反杀一下。小歪这个时候选择买活，暗影3板买活。这时候我的输出非常高，但是我摸不到人，没有什么控制。蚂蚁这边也摸不到，虽然我有大沉默，但是对方都选择了放风筝。这时候影魔已经倒了，山岭的一个 T， 看一下我是可以把这个蝙蝠带走。带走之后，小歪暗影3板又是再次的捆住了这个 CK 也被带走。我这边身上还是有双倍，人马应该也可以带走。OK， 人马也带走。这样的话，我们的队友是死了，暗影3板要买活死了。这波他可能要买活死了，看一下他补掉了这个兵，但是那个兵好像是被塔补掉的。我们一会儿看他有没有死。我这边林堪已经有2个能量了，斧王已经杀到了无人能挡，再一次的终结了，再一次杀死了暗影3板。我觉得这局真的没必要怪这个暗影3板，因为我觉得他打的还是很好的啊，包括他上一局的这个卡尔打的还是不错。乖神呢有的时候比较容易上头，但是他这个人绝对是人品绝对是很好的，很 OK 的。他只是有的时候容易上头，他觉得这局暗影3板把他前期把他调戏了一下。你看他中路混得好好的，过来害他死了几次。我赶紧安慰一下小乖。小乖的影魔我看过很多局，是我见过的影魔里面路人里面打的算最霸气的一个。队友开始调侃了。这个 TA 杀戮秀好像杀戮路好像也是小乖的一个朋友。这样的话我是升到了10级。刚刚那波不管怎么样吧，我是没死。我有一个双倍，没有打出很极限的输出，但是我保证了自己的一个生存，也算是在这个暗影3板的连续的买活之下吧。哇塞，这个混沌简直就是在挑战我的这个。人马已经跳了，这个局势非常崩。人马蝙蝠一会儿双跳，然后再加上，我估计蝙蝠的跳应该没那么快，因为它是一个中路的蝙蝠，它节奏应该跟影魔差不多，因为每波团我都把它杀了。这样的话，人马单跳，蝙蝠没跳，还稍微好打一点。人马跳过来，然后我一个沉默，能够稍微抵抗一下，抗衡一下。我们这边的话就是要等我跟影魔的伤害起来，刚才也跟大家说了。暗影3板的话，他这局真的打得非常奉献。这边我切入去了一下，我们看一下，好的，中路杨柱是一个假腿夜叉的一个蚂蚁，这波我不用沉默，你看又是暗影3板的一个先手。我打字高队友是不是要来推下？然后刚才的话，哇，队友你看高端局就是
行动整齐划一。我还没有说推向，他们已经开悟了，在寻找下一个战机了。因为现在不管怎么打，我们都是赚，因为蚂蚁死了，就算开团，我们5v5，对方少一个人，5v4都是划算的。所以这个时候他们杀一个人之后，马上在对方视野外选择一波开悟。我在中路给对方暗示，就是我们没有开悟，实际上我们另外4个人已经开悟了。你看，这样的话我给了对方一个暗示，对方觉得有点放松警惕，这样的话抓到一个人，这波打赚了。这局的话，我是选择出一个战鼓。为什么出这个战鼓呢？也是有我的一个很理性的分析在里面。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这局的话，战鼓撑3维，我更加肉，然后跑得快，有的时候能跑掉。然后这局的话，我们的影魔、流浪，它都是比较依赖普通攻击的，包括山岭有的时候也能打出一些普通攻击，包括我。所以我刚好够全，我就更新一个战鼓，这样的话增加一下我们团战的这个作战能力。梅肯的话我也很想出，但是钱不够，暂时钱不够，而且感觉现在的输出是有点问题，输出还是有点问题。在我的大沉默的这段时间里面秒不掉人，刚才就是这样。山岭假腿鞋子护腕大魔棒，在下路补装备，我感觉人都去上了，我感觉山岭他可能也是想要补装备。山岭比较磨叽啊，他又不清兵，他在这一个一个 A， 这是非常拖大家节奏的。我们这边马上开悟，要守中塔了，这波人马已经放了一个塔前野。山岭说这波打不过，然后我说可以来2塔。看一下影魔更新了一个食人魔之斧，加下去一个装备肯定是 BKB 了。确实是劣势逆风的时候，影魔就是被人冲脸的时候，肯定第一个装备 BKB， 没有什么好想的。这波我觉得早点来是可以打的，会有一个大沉默。斧王也跳了2个跳，小乖非常逗，说了一句随便打，这显然是不是随便打的一个局势。好，这边针眼漂亮，我只能说这边给大沉默，我这个大沉默还好，我大沉默的情况下，这个蚂蚁开不出隐身，第一时间没有开出隐身，虽然被人马打断了，我这个沉默可能说时机是刚刚好，不早也不晚。但是显然这个小乖的随便打是有点逗了。这边山岭买活看一下，过来之后是没带走任何人，这样我们整个局势是打成一个2换2。但是我们这边非常上头的山岭和影魔全部选择了买活，山岭一马当先，给了一个2连，人马秒掉了，漂亮。好的，这波山岭的这个冲还是非常的赚这波我们打赚了，2级大沉默了。小歪也表示这波赚了。影魔的话，这波他买回来之后，他是 TP 去上路收钱了，他只有中路来的话可能收不到人，赶紧去上路打自己的 BKB， 而且补一下灵魂。前期买活还是比较便宜的。Blood elves away. I thirst for magic. 好，我跟大家说一下，我快没啃了。看了一下这阵容，只有我出没啃。小歪的话没经济，他辅助肯定是出不起的。对，我们这边流浪的话是我匹配到一个路人朋友，然后我觉得他打的还是比较的辅助，所以有的时候喜欢跟他一起打。现在这人马好像是削弱了一些啊，刚才那个人马撞人的时候，感觉好像不是很给力的感觉，但是人马总的来说节奏还是非常好，7杀3死5助攻。他们的话就只有蝙蝠这个点被我们针对的比较惨，是1杀7死15助攻。然后蚂蚁的话也非常好，7杀4死16助攻。你看他们的都是这种很好的战绩，6杀3死9助攻的这个 CK。总的来说他们的节奏都是非常好的。我这边在为梅肯做努力，接下去过几天的话可能会稍微晚一点给大家带来视频的更新，因为我马上录完这个视频就要去给我哥当伴郎了，然后2场嘛，我还要回一次老家还要办一场婚礼。我一个堂哥啊，他也是带我走入游戏圈的罪魁祸首他最早是这个教我玩这个小霸王游戏机的。
好，这边怪神被冲脸了，我想省一个沉默，因为他已经死了。双跳，这个没悬念。跳刀人马，跳刀斧王，想秒一个，他们可能是开悟。这种情况下就是没办法，高端局一旦对手开悟的话，必须有人死。 Blood elves await. 我打了个跟队友说了一下，我有大啊，这个局势依然是在对方的掌控之中，因为对方的阵容进攻性很强。我们的阵容虽然后期比较猛，但是，哎，这边小歪先手扬住了，这个我开大沉默，开大沉默这个时机还是不错的，我觉得这个时机还是不错的。山岭一个技能没有丢到人，我还是先把这个 CK 看能不能秒掉，必须秒这个 CK， 我要加骨灰，加骨灰，哎。 躲掉了我的一个智慧刃，你看这个，有战鼓的这个攻速移速还是比较可观的。这波我们也是为了杀这个 CK， 小小说灭了他们，有点不敢上，这怎么灭？好，人马可以杀掉，但是别的人我好像就灭不了了吧？回头给一下斧王技能，我要刚死这个斧王，吃魔爆，极限逃生，这人头是我的，这样的话战争饥渴的效果消失了。我这边砍下一个3杀，好，小怪也杀了一个，把蝙蝠杀了，好像。这边跟墨菲刚正面。好，小怪又杀了一个。这样的话局势就回来了，应该说这一波局势就回来了。大家可以看到我在多少分钟的时候是一个221的一个数据，然后身上只有一个绿鞋。那个时候我果断反思了一下，改变了一下自己的心态啊，这个改变是非常重要的。然后那个山里说我比较猖狂，然后我跟他说了一下，目前落后8个人头，让他不要掉以轻心。那这时候对方的墨菲同学是掉线了啊，这个大家要知道，低端局的翻盘是可以靠大局观取胜的，但是高端局的翻盘一定是有一定的运气成分在里面的。那么今天我们就看到了一局，这个是墨菲同学啊，全场等级最高的不是他等级最高，刚才影魔 TP 下来之后是在我的帮助下拿到一个双杀，而且2个经验他都是单拿的，就是所有的经验都是他的。这样的话他是升到了15级，我是没有镜头没有捕捉到他是怎么单杀掉的，但是反正他是把那2个残血的人都收掉了，让他等级全场最高。对方等级最高的这个可爱大肥羊掉线了。这局的话，我觉得如果他不掉线的话，我们现在是一个军事，应该说是一个军事。但他掉线的话，我就感觉我们有点小优势了。还是回到我们之前那个话题，我觉得在游戏中去做一些调整是很重要的，就是你要根据对方的人的发育情况。对方的双方的阵容，还有对方的能力啊，对方的习惯去做一些调整，这个是特别重要的。如果对方有一个人一直针对你，那你可以去逗他一下，然后马上逃掉，让他孤军深入。如果对方像这局他们的发育情况都非常好，我的沉默的话也算是个违和，但是自己的节奏不是很好，这个时候就要稍微调整一下，不要打得太奉献了，就是稍微起一些自己的装备。这边我们这开5，这个 CK 基本上是个死人了。看位置，这个位置不太好先手。好，开了 W， 找一下 CK 啊 ，CK 没有找到，估计他也是感觉到我们的开悟了。这波开悟失败了，哎，找到了，这边没有问题，肯定是对方一个团灭。我这边直接给大沉默，给的有点早，因为对方把我们这个锤子跳掉了，但是小乖这边直接出了一个跳刀。你可以看到他的影魔这一套技能打的是非常漂亮的，比较遗憾的是没有杀掉，但是他这套技能打的还是挺漂亮的，跳大，然后普攻 C 炮，普攻 X 炮，普攻 C 炮。好，这边我大沉默已经没有了，他把我的大沉默跳掉了。我想过去给他加梅肯，但是小怪已经死掉了，他也是出了跳刀，没有出 BKB。这边的话看一下我的输出，比较高，就算影魔死了的话，我的输出还是比较高的。我这边黑三撞打的不是很舒服，因为中了蝙蝠的燃油，人马又跳踩杀了我们一个人。这个时候山岭姗姗来迟，我给一个 T 开视野，山岭把我丢过去了，漂亮。小开打了个点，好，我已经超神了，24分钟，局势瞬间扭转。大家可以看到，在逆风的局势里面，沉默这个英雄可以爆发出来的输出，绝对是不可以小视的。但是呢，你要秒他，他也不太好秒，因为沉默这个英雄他力量成长是不错，对吧？赶紧打字给力。那么这局已经是一个优势了。配激活太难玩了。这个就叫做什么呢？
性格，就打 DOTA 是能够看出一个人的性格的。 Leave it to me. The blood 我 elves 被这个影魔喷了。 easily done. Leave it to me. I'll handle it. 大局观好，好，这个山岭又在吐槽我。 I thirst 这个 for 山岭特别喜欢吐槽我，当然我也特别喜欢吐槽他。他这局真的很愚蠢，他这么好的英雄蕊掉了。 and living. Very clever. 好，我这边的话，想了一下，大家应该猜到我要出什么装备了。很简单，就是一个真粉宝石。因为这一局的话，我们就是正面已经是就不太需要羊刀。 The blood 就 elves 怎么说呢？我们是跟对方刚正面，就感觉就是特别需要我的一个强袭来提供我们一个非常猛烈的一个刚正面能力，而且我的这个强袭减防配合上那个 watch and live. 配合上那个影魔的光环 Easily done. 啊，他们也在聊什么东西。 Time is mana. It's come to this. 我的强袭减防配合影魔光环，这样的话正面能力非常的猛烈，而且我跟影魔都是打物理输出的。你可以看一下这局我出的这个叫什么梅肯加战鼓加强袭，主要是战鼓和强袭这两样道具的选择是针对了我们的一个阵容的特点。好，我们这边的人开始飘了，他死掉了， Thirst for magic. 但是这个塔应该可以破。哎，要干正面团，对方觉得我这边直接开了沉默，这个大沉默开的时机稍微有一点早，因为我害怕这个人直接被秒掉了。 Thirst for magic. 要想留我的意思啊，这波我是要跪了，我也有点走远了，我有点太大意了。混沌这波打的还是不错，真理崛起了，小怪的输出，摇大之后的普攻，好，这波虽然我倒下了，但是沉默已经成长起来了。蝙蝠不在这波吗？哦，CK 龙心，我有点瞎了吧？这 CK 居然有一个龙心战鼓夹腿夜叉。 这 CK 有点厉害的，而且这蚂蚁是被他们调出来了。这波对面打的还是比较顽强的，可以看得出来，打得非常不错。这边CK 好像是那个眩晕 CD， 不然他吃个魔棒是可以放眩晕的。不管怎么样吧，这个我的历史使命已经是完成了。这局按照我对局势的理解，这局应该还是赢了。虽然说 CK 有龙心，但是影魔起来了，你可以看到小乖的性格，他是比较上头，喜欢跟人家干，所以他不出 BKB， 他要出跳，他喜欢操作干别人， Magic in the air. 所以他没直接出 BKB， 他是出了个跳。 Get on. 17级了，不敢相信这个前期被针对的这么惨的影魔，在我们的帮助之下，居然成为全场等级最高的。 Thirst for magic. 面对一个龙心 CK 跳刀蝙蝠跳刀斧王啊，毫不惧色，居然是没有出这个 BKB，出了假腿护腕和食人魔力量之斧之后，直接出了跳刀。这也是我比较喜欢跟他玩的原因，因为我觉得打得非常激情。 Thirst for magic. 是我本来就是属于，就是我在老干爹那个时候呢，他们也组队，然后找我们练。当时我就觉得这个选手打得不错，后来叫去 WE， 后来辗转了几个战队去了 NV， 但是因为大局观不是很好，所以在这个职业圈里面没有拿到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成绩。但是他这个选手的游戏的观赏性和激情是我非常非常欣赏的。哦，我这边已经加89了。哦，我们的队友开始在有点崩了，但是没关系，这个局势还是 hold 得住的。龙心 CK， 龙心 CK 确实他强势，特别强势，就是刚出龙心那段时间特别强势。 Very clever. Blood elves away. 这个冰凝妹妹，是个男的啊，特别逗。 Your magic is mine. 城门失火殃及池，他经常是打着就会有非常搞笑的这种段子出现。同样的这种类型的人，我还看过一个叫做阿发怕媳妇，就最近这几天打天梯打的特别多嘛，打天梯打的特别多。然后还见到一个人叫阿发怕媳妇，特别逗。这个人真的有一次跟他打的把我笑翻了。大家看视频的时候有没有看过那个 SUV 的一个广告，叫什么1981啊，我什么，然后1981，他居然打着，而且他们逆风的情况下，他们非常逆风的情况下，他非常幽默的把那个广告词打出来了。当时我就觉得，他这个人特别搞笑啊！斧王等级17，这局还不能掉以轻心。不好意思，我这个错误估计了局势了。
斧王等级17的话，那 CK 等级应该更高啊。那这样的话，我们这个正面战场好像又有点被打回来的这种感觉，我就知道他们得放松警惕了。啊，不过刚才那波我也有点放松警惕了。我的大沉默按的不是特别好。好吧，我就我吧。那看得出来我的输出还是比较高的。我这个还有再有个这个2000块不到就强袭了。啊，跟他们说一下，刷个强袭稳点，别打得太奔放了。我们稍微猥琐一点，打不过的时候就稍微猥琐一点。所以我最近也在觉得呢，我这个人吧，有点太注重结果了，做事情太注重结果，然后这样做会，而且凡事容易看到消极的一面。其实我这个人是这样的，容易事情往坏的想，然后看事情容易看阴暗面、丑恶面。但是我推荐的话，大家这样做有这样做的好处啊，但是有的时候要结合来看，看事情要辩证的去看。你像这个阿发帕媳妇和这个冰凌妹妹这种同学，他们就是玩 DOTA， 会感觉他们跟他们玩的时候，就感觉他们人很开心。我这边开个大沉默，这个沉默开的时机应该还是不错的，但是我不太敢打输出，我先调整一下位置，先把这个开着刃甲觉得自己很厉害的斧王给他打残，然后再把这个人马给他打死。然后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候我开一个梅肯，这个时候整个一个战斗，大家应该可以看到，这个时候混沌想打第二波，他想影魔，看一下他打的是谁啊？他先打的是这个流浪，他先把流浪秒掉了。我从边上切入，把这个蝙蝠给他秒掉。CK 的输出实在太高，没办法，还是把影魔秒掉。这时候蝙蝠买活，影魔没买活。这波我有盾，不是太虚，给队友制造一下空间。CK 这一局打得非常的好，马上就分身斧了。我这边给了 CK 一个 T， 之后我要把这个 CK 杀掉，他必须死啊，必须死。好，收智力。这个乖神把盾给我还是有道理的，因为我的输出比他的输出要更加稳定一些。他的输出更多的是打 BKB 爆发一波，我的话追人能力也很不错啊，已经加95了。等一下强袭出来的时候，这个 CK 就打不过我们了。因为 CK 虽然他是龙心，对吧？虽然他是一个龙心假腿战骨分身斧的 CK， 而且身上还有这个队友还有这个双跳刀的。哎，这什么情况？哦，蝙蝠是个买活，我看一下我先杀谁。哦，我们杀的不是同一个人，我想杀的是这个蝙蝠。哦，BKB 蝙蝠拉住了我，蝙蝠还有 BKB 呢。这对面装备都还可以啊，我要被玩死了。情况不是特别亮，特别妙。你看我这个走路像那个小太监一样，这个古代的这种。好，梅肯好了，好，他以为我死了，实际上我没死，我神奇的梅肯和绿鞋让自己活了下来。生活就是这样的奇妙，奇迹无处不在。小碎步大酒神走路太可爱，不好意思，比较健忘。说什么比较健忘？对方的话这个装备还是可以的，我得刷一个强袭出来才能碾压他们。对方的话，我也大家汇报一下对方的装备啊。那个蝙蝠是跳刀 BKB， 然后斧王是什么跳刀刃甲，可能还有一些别的吧。人马的话也有跳刀啊，再有什么别的我也不太清楚。混沌的话是假腿分身战骨龙心啊，混沌的装备是最好的。但是我出了这个强袭之后，是一个双前甲，就混沌虽然它是有分身斧，再加上龙心，它的这个爆发力非常强，但是它甲非常弱，护甲非常弱。我刚才没想到这个山岭这么霸气，敢打这个斧王啊！斧王是有刃甲的，我以为他会打蝙蝠，所以我打的是蝙蝠。而且那个斧王离我有点远，够不到，所以我跟山岭没打到同一个人，差点死了。还好哇！斧王刚刚大家有没有看到，已经是大斧头了，就是那个3200的那个大斧头。但是这局我心里还是有谱的。这局的话，虽然对方的装备都很好，可能比我们装备还要更好一些，但是我心里有谱，因为沉默这个英雄我太懂了。翻盘王子。好的，哇！这里我这个大沉默给掉之后，看一下对面是用 ZK 是用分身躲掉我的大沉默，但是在我们强袭之下，可以看到这个 CK 虽然有龙心，但是他的血量是非常的不够看。
我在是秒掉 CK 之后，整个一个战局也是形成了一个一面倒，因为CK 死掉之后，我们这边的2个主力 DPS 都还没死。好，再一次砍到了大杀特杀，红帽子再一次戴到了头上。怪神一个小细节被我捕捉到了，他是把这个护腕丢到地上，切成敏捷假腿，吃掉了15个魔棒，瞬间回到了满血量和魔量都比较好的这样一个状态。哎，我最近打 DOTA 确实有点就是失去美感，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话题，你做一个事情太注重结果的话，有点失去美感。你每次的一些细小的进步给你带来不了的快乐的话，就感觉很累，很累。推荐大家看我视频的时候多学我的优点啊，不要学我的缺点。我这边开了 Maken，这波的话已经是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优势了。对方的龙心加分身斧的 CK 显然是没法面对这个强袭的沉默加 BKB 影魔。再加上对方主要是少个人啊，这个就是这个蚂蚁，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匹配的时候他也经常掉线，是属于定时炸弹啊，一掉线我们就要掉分。这样的话加分又多了一道坎坷，这样的话加分的这个坎坷就非常多了，就是阻挠就非常多。这边想杀我，不好意思，我是一个绿鞋梅肯，加强袭，哦，还是把我秒掉了，啊，非常的尴尬。这个 CK 还是输出还是挺给力的，硬刚沉默，硬刚影魔应该是被他杀了。好，这波我们虽然破了一路，但是团灭了。但是问题不大，我是让2700，我再更新一个羊刀，大家懂的。怪兽好像是买回去收灵魂了吧？21级啊，等级比我还高，我19级。最近这个嗓子不太好，大家多见谅一下。有点感冒。但是呢，也不是特别难受的那种，就是不是很难受，就是有的时候咳嗽，然后说话说多了，嗓子不是很好。这边还有跟大家说一下，就是那个logo 的事情，我们会在下一期视频公布这个最终的获奖者，他将会获得1000元的人民币啊。这位同学，其实设计的 logo 图形还是比较简单的，但是我觉得比较大方和美观。好，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影魔被秒了。我有点想开大沉默，有点想开，但是我觉得我开了可能也要死了，而且他有 BKB， 没什么必要。哎，我没肯救下来了。你看这个小歪，这局我觉得真的要说 MVP 的话，我觉得如果我不算 MVP 的话，就一定是这个小歪了。其实我真的觉得这局这个小歪玩的是真的挺不错的。大家可以看到，他虽然是打了一个辅助，但是他天梯飞可能不会怎么加，但是整个这局他对一个团队的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他一直在利用自己的身体，在利用自己的肉体，在帮助队友在前进着。他整个战绩是6杀1、11死、27助攻啊，全场助攻最高。下坡你就杀不掉我了。哦，小怪的龙心已经在打了，还比较霸气啊，出龙心。就是觉得对方一波输出秒不掉，那接下去就是等死的节奏了。确实 CK 的话是打一波的，他的分身的那一波非常强势。那他如果没有分身的话，只是一个单 CK 的话，就很容易被我们点死。撂个大就死了，也不知道怎么死的。这波对方死了3个，我们可以推一下上塔。对方居然拿蚂蚁在拖延时间，我还4000块啊！我再出什么装备？接下去我可以出的装备其实也蛮多的，我觉得我可以稍微出肉一点。这局的话，羊刀就不是特别必要了，因为我们这局控制很多，尤其是这个给力的小歪特别给力，让我想起了荣耀哥的牛头。
啊，对，荣耀哥看完这个视频以后，你会了解到，其实打 DOTA 不一定非要一直刷的，对不对？ Get on with 可以看一下局势，你可以根据队友的靠谱程度来选择跟队友给队友的帮助。 on with 如果队友特别不靠谱的话，那你显然只能自己刷了。但是如果队友稍微靠谱一点的话，你想要胜利的话，显然是可以跟队友打一些配合的。啊，像这局的这个小歪啊，非常的给力，一直在帮我，而且团战他一直在奉献。这边 BOSS 刷了， on with it. 你看，我觉得他们打 DOTA 心态都比我好很多，真的比我好很多。 Magic is 你 mine. 看这个小歪， Easily 他说这个山岭轻幻象的功夫是一流，而且他在一流后面还用了一个叶字。虽然这个山岭非常不领情的打了一个问号，但是我能感觉到这个小歪的心里 Irina Doraiborn. 没有因为他这局的奉献而感觉到有任何的 Watch 不爽，反而还是 well Falas. 非常的开心啊！这种打到他心态就非常的不错，所以大家要学习一些他们的这种优点。好，4900了，那接下去一个装备，相信大家也没有想到啊，相信大家也没有想到。等一下出给大家看。好，大酒神之心来了，叫做恐敖之心啊，可以加回血。这样的话他们一波秒不掉我沉默一开，梅肯一开，他们就可以等死了。因为我现在输出真的很高了，就算出一个羊刀，我的输出也不会有质的变化。多一个控制的话，我觉得也不是特别的厉害吧。多一个控制也就那样，所以我觉得活下来才是王道。而且我现在2条命，又是我拿的盾，我2条命。好，打完这个小野， I wish all 荣心了。 magic. 这几天真的很冷。那么接下去这一期视频节目之后，会放一下上期的这个鼠标键盘广告之外，还会给大家带来一些服装店的新产品。因为之前也在搬家，非常的忙，没有来得及上架。我们团队也算是 The blood 不 elf. 是很强吧，很多地方做的不到位。之前去给我哥买这个伴郎的新的西服，买了一套非常正规的西服，花了一本钱。我发现在 Watch and learn. 在这种大商场，不算大商场，在这种名牌的这种店里面 Time is mana. 买到的这种现货西服，又贵，而且上面也有线头，所以说大家回头来想想看，我们家的衣服真的是很超值，可能有一些问题吧，但是我们在不断的好看一下这波团，其实没什么好看的，就是一个碾压，就是随便打。我打 DOTA 比较懒，我就喜欢这样打，我就喜欢 A 在这里 A 一下空地就把对方 A 死了。就是这样一个节奏，他们还是操作的比较嗨的啊，但是我这局的我整个这一波的操作是大家可以看到是没有的，就是一个 AD 版。好的，这期的节目也要到这里结束了，接下去会给大家更新一些这个冬季的新装， The blood elf. 非常给力，其中有一件是我非常推荐的，然后我带去做活动的时候，情书看到了，他表示这件非常好，然后之前也是给他寄了一件过去，穿了一下，表示非常喜欢。 The blood elf.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件冬装，在跟大商场相比，要比大商场价格便宜很多。但是我跟大家保证，在我们店里买到的150块钱以上的产品，一定是非常超值的，就是一定是东西是非常好的， Get on with it. I am 有很好的包装盒啊什么的。 watch and learn. 好了，这期又是沉默啊！喜欢看其他英雄的看官，下期我一定会给大家带来一个其他英雄，说什么也不能再放之前做过的英雄了。但打高端局有几个英雄我玩的特别好，就喜欢一直玩。那么这期的这个视频也要到这里结束了，运气也是成功的一部分，对不对？